假设你辛辛苦苦创立了一家公司，投入了所有心血，请了员工来管理业务，但后来发现员工们开始私吞盈利，甚至谎报业绩。当你派人去查账，他们不但拒绝配合，甚至还对你的代表恶言相向。最后你亲自去管理公司，他们竟然密谋要把你赶走，你会怎么办？在马可福音12章1到12节，耶稣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。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，这位主人把园子租给农夫后就离开了。到了收成的时候，他派仆人去收取果子，没想到农夫们竟然殴打、羞辱，甚至杀害主人派来的仆人。最后主人派了他的爱子去，但这些农夫竟然杀了他的儿子，想要霸占葡萄园。耶稣问，那葡萄园的主人会怎么做？他回答，主人必定会来除灭这些恶人，把葡萄园转交给别人。这比喻让宗教领袖震怒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。这段经文反映出每一个人对神的态度，我们是忠心的好管家，还是悖逆的工人？威廉出生在一个企业世家，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创立了一间高端咖啡品牌 Heritage Coffee。 这品牌以严选顶级咖啡豆，注重公平贸易闻名，深受顾客喜爱。父亲一直希望威廉进公司学习，并在时机成熟时接手家业，但威廉大学毕业后却对经营家族企业没什么兴趣，他更想去创业，建立自己的品牌。于是他选择留学深造，将公司交给父亲多年来最信任的合伙人 Edward 打理。5年后，威廉回国，发现公司看似营运良好，但气氛却变得怪异。老员工纷纷离职，咖啡品质下降，甚至有负面评价传出。公司内部的财务报表混乱，营收数字对不上。Edward 居然对外宣称，这间公司现在是我的。原来 Edward 不仅偷偷挪用公司资金，还计划将品牌私有化，甚至连威廉回国后都刻意冷落他，不让他插手公司事务。这明明是我父亲辛苦建立的公司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威廉愤怒又困惑，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忽略让 Edward 有机可乘。最后让威廉难以置信的是， Edward 竟然提起诉讼，要剥夺他继承权。这场法律战持续了几个月， Edward 一度掌握优势，但威廉并没有放弃，他决定亲自回到公司，重新整顿业务，并寻求法律支持。最终法庭判决威廉胜诉， Edward 因贪污与欺诈罪被起诉。公司所有权顺利回到威廉手中。当威廉重新踏进公司，站在父亲创立的品牌标志前，他深刻体会到，父亲将这公司交给 Edward 是出于信任，
但 Edward 却选择了背叛。他曾经轻忽了父亲的心意，如今他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管家，继续传承这份使命。这不仅是一场企业斗争，更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，与耶稣所说的比喻何等相似。这个比喻不只是针对当时的宗教领袖，而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。神把世界交给我们管理，他要我们忠心地为他结出果子，而不是霸占属于他的产业。我们是否享受了神的祝福，却忘记了他的主权？还是我们虽然曾经忽略，但最终选择回应神的托付，成为忠心的管家？神一直耐心地给我们机会，他派遣先知，话语提醒我们，最后甚至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，让我们回转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愿意悔改，还是继续拒绝神呢？愿我们都能成为忠心的管家，珍惜神所托付的一切，并用我们的生命结出荣耀神的果子。